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5月20号。那么今天第二个视频，我们来聊一聊港股的小米。之前，关于小米的视频是在4月11号，当时发布了一期。那么在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呢，小米的股价也是从相对的低位40元港币左右，最高涨到了53，那么整体涨幅有将近30%。这里首先要说一下。波浪理论它主要研讨的是个股或者说是期货的中长期波段机会，它的强项不在于短线，而在于波段，所以这点大家首先要了解一下。因此很多时候用波浪理论去分析行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的等待，因为每一波行情它运行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，包括它调整，它也需要它走完应有的3波或者是5波的这样一个结构，才能出现中长期的波段机会。好，下来我们步入正题，我们先是回顾一下整体的它的一个走势。按照之前的波浪理论的一个整体思路，那么目前来看，它的大结构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，这里还依然是一个大一浪，从相对的高位开始的回撤，这里走出了一个大二浪。按照之前的分析，当前是处于大3浪当中。我们具体细分一下目前这一波走势的内部结构：31、32、33、34。等这个3浪4调整结束之后，后期还会出现一个3浪5的上涨突破前高。那么目前在没有打破这个高低点之前，我们还是认为它处于这个3、4当中：31、32、33、34。后面还有一个35，这就是目前从周线我们分析整体行情走势的一个波浪结构。那当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调整的它的一个幅度，可以看到之前的第一次回撤，它是调整到了黄金分割50%的位置，也就是37.40港币这样一个支撑位。那么目前看来这一处的支撑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股价是从这个位置再次向上反弹或者反转。那下来我们就要研判当前的走势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，哪种可能性更大一些。首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，我们再次拉出黄金分割，看一下这一次的反弹它的一个幅度。从目前的走势来看，其实它的反弹是已经达成预期了。如果按反弹来说的话，进到 0.618 到 0.764 这个区域，它其实已经达成预期了。当然不排除反弹强的话，它会向一个更高的一个点位去走，但是区分反弹和反转，我们就要找到一个相对的关键位置。首先这一次的反弹我们要看到 0.764 的压力，这个压力是位于54港币左右，这是第一个压力目标。第二个位置位于之前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次高点的一个位置，位于 56.20。 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反弹只要它不突破54到 56.20 这个压力区域，那么当前我们还是认为它是反弹，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，这次调整可能会走出一个 A 反弹一个 B， 后面可能还会有回撤的一个 C， 这是一种看法。等这个 A、B、C 走完，才会开始运行大周期的3浪5的上涨。第二种就是它向上突破了 56.20 这个关键点位，那么就有可能说明之前的下跌走势就是一波完成了3浪4的调整3浪4的调整。那么只要翻越了 56.20， 大概率会突破前高 59.45 创新高，那它就是运行在3浪5当中。所以近期我们主要紧盯 56.20 到54这个压力区域，如果出现日线的顶分星或十字星团那说明向下调整的概率比较大。但是一旦向上翻越 56.20， 这时候我们就要改变思路，考虑3浪5已经要开始了。以上就是按照波浪理论我们对于小米最新的一个盘面讲解。那当然每一种它的分析手段它都存在自己的误区，我们只是在现有的市场行情当中寻找形态最完整的、波浪结构最清晰的，我们去做出研讨或分析推演。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，可以继续留言。今天上午的第二个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